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活着了？你醒着，但你的意识飘在半空，一边在回忆昨天的话，一边在计划明天的事儿，一边在担心下个月会怎样。你的身体在走路，但你感受不到脚下的大地；你的心在跳动，但你听不到它的节奏。你吃饭、说话、工作、睡觉，但是你就像一个过客，短暂地住在自己的生命里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这个时代训练出来的常态。我们被教导要思考，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会呼吸的生命。我们学会了分析、判断、计划和控制，却失去了感受、流动、信任和存在的能力。我们的意识一直活在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焦虑里，唯独没有活在此时此刻。而你之所以来到这儿，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要被修复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在呼唤你回来，你的灵魂在低语：我还在这儿，你去哪儿了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活得和现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人们知道如何和大地对话，知道如何倾听风的语言，知道如何在梦里找到答案，也知道如何让身体和意识完全合一。那个时候的人不需要学习灵性，因为灵性就是生活本身。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有眼睛看得见的这一层，他们能感知到树的呼吸，能听懂动物的讯息，能在静默中听见大地的心跳。他们的意识是开放的、流动的，和万物连接的。但文明的发展让我们逐渐失去了这些。我们开始相信只有眼睛看得见的才是真实的，只有逻辑能解释的才值得相信，只有能被控制的才是安全的。我们切断了和自然的连接，切断了和身体的对话，也切断了和更大意识场的沟通。我们变成了只活在表层现实里的存在。当下我们要修炼的就是重新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这不是学习什么神秘的法门，而是唤醒你本来就有的能力。这套修行体系来自一个古老的传统，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些古老的名字还有仪式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一条让你的意识重新变得完整、敏锐、自由的道路。它会教你如何让飘散的意识回到身体里，如何倾听身体、情绪、直觉的语言，如何在日常现实之外进入更深的意识层次，如何和自然和生命的智慧重新连接，如何建立一个内在安全、清明、有力量的中心。它不会让你逃离现实，恰恰相反，它会让你第一次真正的活在现实里。因为真正的现实不只是你眼睛看到的这一层，还有你感受到的、直觉到的，在梦里看见的，在静默中听见的那个更广阔、更真实、更有生命力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万物都是有意识的存在。一棵树不只是植物，它是一个有呼吸、有节奏、有生命故事的存在。一阵风不只是空气的流动，它携带着讯息、情绪还有能量。一场梦也不只是神经的活动，它是你潜意识在用象征性的语言在和你对话。当你开始用这种方式看世界，你会发现你从来不是孤独的。你和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生命、每一片土地、每一滴水都在同一个意识的海洋里呼吸。你的情绪会影响周围的能量场，而周围的能量场也会影响你。你的念头会在无形中塑造你的实相，而宇宙也会以各种的巧合来回应你。这就是意识的生态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生态系统，思绪就像风，情绪是水，身体是土地，意识是阳光。当风太强，你的头脑就会过度的运转，陷入焦虑还有失眠。当水太多，你的情绪就会泛滥成灾，淹没你的理智。当土地贫瘠，你的身体就会疲惫、生病、失去力量。当阳光被遮蔽，你的灵性就会枯萎，感到迷失还有空虚。
而这套修炼就是重建这个内在生态的平衡，让风变柔，让水变得清澈，让土更加稳固，让光明亮起来。当你的内在生态健康了，生命就会自己恢复平衡。你不需要去修复什么，你只需要允许生命自己愈合。如果你决定走上这条路，你会经历一些非常真实的转变。首先，你的身体会醒过来，你会重新感受到脚下大地的支撑，你会感受到呼吸的节奏，还有温度，还有心跳的存在。你的身体不再是背叛你的负担，而是你最忠诚的朋友，最敏锐的感知器。你会开始听懂它的语言，你不再需要用头脑分析一切，因为你的身体早就知道答案。以前当情绪来的时候，你会被它淹没，愤怒让你失控，焦虑让你瘫痪，悲伤让你崩溃。但当你完成这个训练，情绪依然会来，但你和它之间有了一个空间。你能看见，愤怒在这儿，但是它想保护我；焦虑在这儿，它是在提醒我什么。情绪不再是敌人，而是你内在智慧的使者。你学会和他们共处，让他们流过你，而不是困住你。你的直觉会被唤醒，你会开始经历一系列的巧合。当你想到一个人，他就会突然联系你。你突然想去某个地方，结果遇见了重要的人。你梦见某件事儿，结果它在现实里发生了。这就是你的意识开始和更大的场域同步。你会发现宇宙一直在和你对话，只是你以前听不见。你会在一只鸟的出现，一首突然响起的歌，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里读到讯息。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持续的对话，而不是一串孤立的事件。而你的关系也会深刻的改变。你会开始真正的看见别人，不是看到他们说什么，而是感知到他们的能量，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痛苦，还有他们灵魂深处的渴望。你不再需要用语言去理解这一切，因为你能感受到。而当你真正的看见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能真正的看见你。那些消耗你的关系会自然的淡去，你的人生也会翻转。你不再相信我必须用力控制一切，你开始理解顺流而行也是一种力量。你不再把人生看作一场必须赢的战斗，而是看作一次回家的旅程。你不再问我能得到什么，你开始问我能带来什么。你不再害怕失去，因为你知道真正的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什么。你开始活得更轻盈，不是因为生活变简单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背负那些不属于你的重量。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，这条路不是给所有人的，它不是一套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，不是一个快速让你获得成功的方法，也不是一场神秘体验的狂欢。这是一条向内走的路，一条需要勇气、需要耐心、需要温柔的路。它特别适合那些已经听到内在呼唤的人。也许你感觉到空或者累，想重新找回内在的声音。也许你的生活表面上都还好，但内心总觉得缺了一些什么。也许你对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有一种直觉上的怀疑，你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。也许你经历过一些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体验，比如预知梦，或者是强烈的直觉，或者是某些能量的感知，而你想要理解它们。这条路也特别适合那些天生敏感的人。如果你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，走进一个房间就能感受到气氛不对。如果你很容易累，很难在嘈杂的环境里待很久。如果你的情感特别细腻，经常能感知到别人没有说出的痛苦，那么你需要这套训练，因为你的敏锐是一种天赋。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这个天赋就会变成负担。你就像一块海绵，吸收所有人的能量，最后把自己淹没。那么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？所有的修炼都要从身体的安全开始，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会经历一些神秘的体验，你可能会感知到很多能量，也可能会打开一些通道。
所以如果你的身体不安全，那么后面所有的修行都会是空中楼阁，甚至会迷失在里面。所以第一课我把它命名为落地，目的是要让你的意识回到身体里，建立起一个温柔但清晰的界限，让灵性的感知有开和关的节奏。接下来这3个练习会成为你所有修行的第一级，它们看似简单，但它们是最重要的。很多人急着去探索更高级的东西，结果根基不稳，最后迷失或者受伤。只有当你的身体变成一个稳定、安全、清明的容器，你才能承载更深的体验，才能安全地去探索意识的更多层次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会重新信任自己，你会发现你不需要依赖外在的任何东西来让自己安全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第一个练习，找到一个安静的空间，不需要特别的布置，只需要确保接下来的10几分钟不会被打扰。你可以坐在垫子上，也可以靠在椅子上，如果方便，把双脚轻轻地放在地面上，闭上眼，让身体开始松下来。先做3个深呼吸，吸气，缓慢柔和的吸，让空气经过鼻腔滑入胸口，感觉那股气息。什么气息呢？不只是空气，它是一种生命的进入。然后呼气，慢慢地吐出，让身体里的重量顺着呼吸往下沉。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在吸的过程中，想象你把整个空间的光吸进来。呼气，把一天的疲惫释放出去。第3次吸气，吸进所有的清明。呼气，呼出紧张。现在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胸口，胸口是你身体最安静的地方，轻轻地感受那儿的温度，也许有微微的暖意，也许什么都没有，没关系，就在那一片静默中，有一个小小的光点，它比米粒还小，却有柔软的金色，那是你自己的光。不用想象太多，只需要知道它就在那儿，它不需要被创造或者被制造出来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很久没看见它了。现在跟着我一起轻轻地吸气，让那颗光点开始扩大一点，然后呼气，让它柔和地流动。每一次吸气它都能亮一点，每一次呼气它都扩散一点，它慢慢变成一个小小的太阳，在你的胸口安静地发光。这束光不是外放的，而是温柔地包围着你。你开始感觉到光流入你的肩膀，穿过你的手臂，流向你的双手。你的手心变得温暖，轻微刺麻，那是能量的流动。再一次吸气，让光流向喉咙、脖颈、头部，然后呼气，光顺着背部滑落，进入腰、腹，还有腿。想象你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轻轻环绕着，不是那种非常厚重的盔甲，而是一层有温度的光纱。现在让这层光向外再扩展一点，从身体扩展到你周围半米的范围，它包裹着你，像一个光的茧。在这道光的领域中，一切都变得安静、柔和。你听到自己的呼吸，也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。在这儿，没有危险，没有匆忙，只有你和你自己的存在。然后轻声地对自己说：我被光包围，我被善意守护，所有和我不协的能量都会被温柔地溶解、释放。我允许爱的流动，我允许自己被爱。你不需要太大声地说，在心里默念也可以。
让每一句话都像一滴水，一滴一滴地落在你心里。现在注意你的呼吸，每一次吸气让更多的光进入身体，每一次呼气让那束光更加稳定。你可能感受到有一种撑开的感觉，像是身体的边界在柔化。你不再是一个紧绷的个体，而是一片温柔的存在，在光中呼吸着。在这道光里，你可以轻声说出今天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，也许是我很安全，也许是我很平静，随便哪一句，只要你觉得对，然后感受那句话在光中回荡，像一颗种子缓缓落在你的心里。现在想象这层光慢慢地延展到更远的地方，它触及你的房间，触及你所在的城市，触及整片大地。你不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光的一个呼吸。你和万物之间没有隔阂，风是你的呼吸，水是你的情绪，大地是你的身体，而星辰就是你的意识。这一刻你是完整的。也许在光的深处，你会看见一些影子，它们是旧的记忆，那些还没有被释放的伤痕，以及那些你以为早已经被你遗忘的部分。请不要拒绝它们，让光轻轻地照着，不要去处理它们，只需要去看着。光不会评判，它只会温柔地问：你准备好回家了吗？当你准备好，这些影子会自动的溶解，化成光的波纹，融入你心口的那颗太阳。再做3次深呼吸，吸气，感受到光进入身体，然后呼气，感受身体和光成为一体。再次吸气，让心变得更加明亮。呼气，让身体更放松。再次吸气，你是光。呼气，光就是你。现在请你慢慢地把注意力带到身体的边界，去感受脚底的温度，感受你背部的重量，感受空气在你皮肤上的流动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轻轻地睁开眼。在睁眼的一瞬间，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颜色更柔了，空气更静了，光似乎更近了。其实这并不是外在改变了，而是你的感知被校准了。此时你不仅仅是在看，而是在被看见。在接下来的生活中，每当你感到焦虑、困惑，请记得这道光。你不需要重新冥想，只需要轻轻地吸一口气，想起那句我被光包围着，我被善意守护着，它就会立刻回来。因为光从来没有离开，它只是等你想起的。现在我们进入第2个练习。如果你刚才做完第1个练习，可以休息几分钟，喝点水，活动一下身体。当你准备好了，再按开始。还是找到一个安静的位置，不需要特别的姿势，只需要让自己能被地面拖住。如果你坐在椅子上，让双脚完全着地；如果坐在垫子上，让坐骨和地面相贴，去感受那种稳定的支撑。然后闭上眼，轻轻地吸一口气，让空气经过鼻尖进入身体，然后呼气，让肩膀松下来，让下巴松下来，让整个身体就像融化一样，慢慢地往下沉。再来一次，吸气，感受空气进入身体的同时，大地也在轻轻地回应你。
然后呼气，释放一天的紧绷。再一次吸气，呼气，让自己完全坐进这个当下。现在请你把注意力放在脚底，感受脚底的温度，感受它和地面的接触。即便你穿着鞋也没关系，能量不需要直接接触，它只需要你的觉知。在你脚底的中心有2个小小的漩涡，它们就像是门，是通往地球的心。请你在心里说，我愿意和大地重新连接。就在这一念之间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向下的流动开始发生。然后想象从你的脚底生出很多细细的根须，它们一开始很柔，像光的线，一点一点向下延伸，穿过地板，穿过泥土，穿过石层，穿过地下的河流，然后一路向下，直到那一片温热的光，那是地球的心。在地心深处有一片缓慢跳动的金色光海，每一次地震，每一次风的吹拂，每一次潮汐，都来自于那儿。那是地球的心跳，而你的根现在触碰到了那一片光。吸气，让那股温暖的光从地心沿着根须往上升，它进入你的脚底，流向脚踝、小腿、膝盖，然后呼吸，让所有不需要的能量顺着根须流向大地。再一次吸气，让光流上来，穿过你的大腿，来到骨盆、腹部，然后呼气，释放你的焦虑、恐惧还有担忧，让它们变成光，流回地心。再一次吸气，地球的能量上升，进入你的胸口，然后呼气，身体越来越松，越来越实。你可能会开始感觉到身体的某些地方发热，你的脚会变沉，或者是脑袋变轻，这就是落地的感觉。你的意识不再漂浮在头顶，而是慢慢地沉入你的身体。这个时候，请轻声地说，我信任大地，我是安全的。现在让根须继续往外生长，它们开始分支蔓延，和周围的树根、岩石、地下水脉互相交织着。你不是孤立的，你从来不是孤立的。你脚下的根和整个地球的生命网络连接着，那一片网络在发光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你吸进的不只是空气，还有树的呼吸、海的能量、山的静默。你正在和整个地球同步呼吸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请去感受，每一次吸气，大地的光从脚底升起，流遍你的全身。每一次呼气，身体里的浊气被轻轻地带走，化作光，融入地心。一进一出，在这片流动中，你可以对大地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支撑我走了这么久。我以为是我在站着，其实是你在拖着我。然后去感受那份回应，那是一种深沉的温柔，没有语言，只有一种让人想哭的安定。现在让你的呼吸再慢一些，吸气，让光从地心上升，充满你的全身。呼气，一切紧张顺着脚底流回去。吸气，让身体变得厚重安静。呼气，让意识沉入身体，落在骨骼、肌肉还有血液里。在心中默念，我允许自己回到我的身体里，我允许自己和大地合一，我允许自己在安全中成长着。这3句话会唤醒身体的古老记忆，
你的身体知道如何扎根，它只是忘了，现在它想起来了。接下来想象那股从地心上升的光，在你的身体里缓缓地打转，它在脚底打转，在腹部打转，在心口打转，它在温柔地告诉你，你属于这里，你不需要证明自己，你只需要存在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棵树，你的脚是根，腿是树干，心是树心，你的头顶是树冠，正沐浴在天空的光中。天空和大地在你的身体中相遇，吸气，天空的光降下来；呼气，大地的能量上升。这两股光在你的心口交融着，那是生命的十字。在这一刻，你就是天地之间的一条呼吸。你可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安静，不是睡着的安静，而是醒着的静。在这种静中，一切都慢了下来，你的心跳、呼吸、思绪，还有整个世界。你不需要去做什么，你只需要去感受我在这儿。当你准备结束第二个练习，请慢慢地把注意力带回脚底，轻轻活动你的脚趾，然后感受脚掌和地面的接触，感受那份稳定，再慢慢地把注意力带回身体的每个部分，你的腿、你的腹部、你的胸口、肩膀、手，还有头。然后再做一次深呼吸，吸气，让光从地心升起，带来力量。呼气，你和大地融为一体。然后轻轻地睁开眼，对自己说，我回来了。你会发现连房间里的空气都变得柔和了。那不是错觉，因为当你稳定了，世界也会随之安定。这个练习是让你的灵魂有家可回。最后一个练习我们留到夜晚。当一天结束，当你准备休息的时候，这个练习会帮你清理掉白天吸收的所有杂乱能量，让你的意识场重新变得清明、安静，让你不再被外界的能量干扰，让你能真正的好好休息。现在，请你把灯调暗，让空间柔和一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点燃一根蜡烛，或者是香薰，看着火光在空气中跳动。你看，它不急躁，也不害怕，它只是轻轻地燃烧着，像一个在倾听的朋友。然后找一个舒服的位置，你可以平躺着，也可以半靠着，让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，轻轻地闭上眼，让呼吸开始变慢。然后吸气，让空气经过鼻尖进入胸口。呼气，释放今天所有的重量。再吸气，吸进夜的宁静。再呼气，放下白天那些没说完的话。最后吸气，让心扩张一点。呼气，告诉自己我安全了。现在在心里轻轻地说，我允许自己被光清理，我愿意释放所有不属于我的能量。就在这句话说出的瞬间，你会感受到从头顶有一股温柔的金光缓缓流下来。那道光就像是夜空流动的河，它先触碰你的头顶，像有人轻轻地用指尖抚摸你的发梢。那是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的交界处，光在那儿停留，然后缓缓地渗入。你可以想象这道金色的水流正从头顶慢慢流入身体，它经过额头，清理那些重复的思绪、白天的分析、判断还有担忧，在光里慢慢地被溶解。你的脑袋开始变轻，你的思绪不再那么紧张，
光划过你的眉毛，划过你的眼皮，你的眼睛不再需要防备，它们可以闭上，可以休息，让光继续往下，来到你的脸颊、嘴角。白天那些没有能说出口的话，那些被压下去的叹息，都被光温柔地带走，然后让光流向你的喉咙，那是表达和真理的通道。你不再需要解释什么，只需要静静地感受那道金光在你的喉咙处微微地闪烁着，像是在告诉你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光继续向下，它进入你的胸口，胸口是你一天情绪的交汇地，也许有一点堵塞，也许有点沉，不要推开它，只需要想象那道光在这儿停留着，一点一点地在旋转扩散，让光穿透那些情绪的结块，然后吸气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光更亮，呼气的时候，你的情绪开始融化。再来一次吸气，让光进入更深的地方，然后呼气，你感受到胸口变得柔软敞开。现在这道光流向你的腹部，那里是你承载焦虑的地方，你的担心还有恐惧都藏在那儿，让光停留在那片温度里。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急着让自己好起来，只需要看见它。光从来不评判，它只会温柔地问，这些感觉还想留在你这儿吗？如果答案是不，就在呼气的时候，让它们顺着光流自然地离开。然后光流向你的骨盆、腿还有膝盖，那里存着你的行动力，光在那儿轻轻地闪烁，唤醒你被压抑的力量，然后流向你的小腿、脚踝还有脚底。在你的脚底，它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湖，那湖水非常温暖清澈，就像地球心脏的光反映在你的体内。而此时整道光流从头顶到脚底形成了一条金色的河，它在你的身体里流淌着，不断带走你不再需要的东西，那些疲惫、焦虑、以前的思绪、别人对你发泄的情绪，这些能量被光包裹着，缓缓地流入大地。现在请轻声地说，我把今天的一切交给光，我不再背负着，我回到自己的中心。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受到一阵轻微的晕眩，或者是轻盈，那是能量在调整，只需要继续的呼吸，慢下来，深呼吸，柔一点。现在我们要做最后一步，关闭。请你把注意力带到你的眉心，用食指或者中指轻轻触碰那一点，在那儿想象有一朵紫色的花儿，在白天它是盛开的，它帮助你看见、感受。而现在夜深了，这朵花儿该合上了。看见那朵花儿慢慢的一半一半的合拢，在合拢的时候告诉自己，我现在正在关闭我的感知，我回到了自己的中心，我很安全，我被光守护着。当花儿完全闭合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整个脑袋变得空旷，像一片静静的湖面，让身体完全交给床，想象自己被一层温柔的金色光茧包裹着，那道光温暖、柔软、安静，它在拥抱着你。在他的怀抱里，你不再需要思考、计划或者修炼什么，你只需要被爱着。也许你会感受到睡意渐渐上来，或者你只是想静静地躺着，都没关系，那都是光在继续工作。在结束之前，请在心里默念，我感谢今天的光，我感谢自己还在学习，我感谢我的身体，它承载了我，
今天让我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将以新的光醒来。然后停留片刻，让一切安静的沉淀，不要刻意的结束它，让这份宁静像露水一样在夜里慢慢的渗入。当你学会温柔的关闭，你就学会了如何真正的打开。现在关于这3个练习，我想给你一些实用的建议。每天早晨在你起床以后或者出门前，做第一个光的护持，大概5到10分钟就够了，不需要追求长，只要能在每一次呼吸里保持专注。当你能自然地进入状态，时间会自行的延展。这个练习会帮你建立一天的能量边界，让你不那么容易受外界影响。晚上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做根支呼吸，也就是第2个练习，大概1刻钟左右就可以。这个练习会把你从头脑拉回到身体，让你重新感受到我在这儿。特别是当你感到焦虑、飘忽、失去中心的时候，这个练习会迅速地把你带回来。在晚上睡觉前做夜晚的清理还有关闭，也是1刻钟。这个练习会清理掉一天吸收的所有杂乱能量，让你的意识场重新变得清明。它会帮你关闭感知的通道，让你不再被外界干扰，让你能真正的好好休息。如果你的生活很忙，至少要保证每天早晨和睡前2次。周末可以做更长的整合练习，每7天为1个周期，每个周期结束前留1天静修日，只做轻度的练习还有回顾。那么练习的环境，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房间，或者是阳台，或者是自然的环境中，避免强光还有电子音乐，或者是浓烈的香氛，以免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。我们可以外放比较轻柔的自然音，节奏不要太快。那么如何判断你的练习是否有效呢？不是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神秘的体验，而是看你的生活是否开始改变。当你想起光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自然生出温暖或者安全感。在和外界接触的时候，能保持平稳的呼吸而不焦躁。面对负面的情绪或者别人的能量时，能以觉知回应，而不是立刻被牵动。呼吸会自然的加深，你的脚底会有沉或者热的感觉，你的思绪从头部下移到胸口以下。在日常处理问题的时候，不易飘神或者是过度的思虑。如果你在练习中出现了一些不舒服，比如头晕啊、胸闷啊、身体发热呀，不要担心，可能是你的能量流动加快了。那么你需要缩短时间，然后深呼吸，多喝一些温水。如果你无法集中，你的思绪漂浮很严重，可能是你的神经系统还不习惯这种静止，该在白天或者是自然的环境中练习。如果练习当中你的情绪突然涌出，那可能是以前的那些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能量被释放了。允许你的感受自然的流出来吧，或许是哭出来，或许是你想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用光包容它。如果你做了睡前练习以后过度的兴奋，可能是光层过强，改用柔光的意象，或者是提前1个小时练习。至此，第1课的练习到此结束。当你能静下心来听完这第1课，当你真的去呼吸、去感受，让光流过你的身体，你就已经迈出了修行中最困难的一步。你选择了相信自己，也就是你选择了相信自己可以被爱。修行的道路其实并不在山林，也不在神秘的书里，它藏在你每天的呼吸之间，藏在你看见自己时的那1秒的安静里。很多人以为修行是一段上升的旅程，要让自己更高、更强、更纯净。但我希望你记得，修行不是登高，而是回家。愿你在接下来的修炼中，以信任为土，以温柔为水，以觉知为火，以呼吸为风。愿你的心在这4种元素的交织中，慢慢绽放出真正的安宁。当你
走到旅程的终点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一切修行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让你学会温柔地爱这个世界。我们明天见。